最近啊，奶爸车呢是层出不穷。那我觉得啊，除了奶爸车需要有大空间、座椅舒适性以外呢，还有一个细节非常值得关注，那就是它的安全座椅是不是好安装。那我们 Autolab 作为能整活的媒体啊，也为大家准备了4台奶爸车，分别为领跑416、理想 L7、问界 M8以及小鹏 G7。那有5座也有大6座，我们来看看哪台车在安全座椅的安装上面是最便利的。那当然，有了车也得有奶爸，于是我们向全网征集了3位奶爸。那跟镜头简单的做个自我介绍吧。我是2个月宝宝的爸爸。我是3岁宝宝的爸爸。家里有个2岁的女宝。那开始今天的挑战之前呢，其实相信3位奶爸对这4台车已经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了。那我想问一个问题，就是你们觉得从这个空间外观以及这个参数方面来看的话，你们认为哪台车是最好装的？就先给个大胆的假设，大胆的猜测。理想，因为奶爸车嘛。奶爸车。对。M8应该也蛮好装的，因为可能它的空间更大。也是理想。对。看来这个奶爸车的印象确实是在大家心里是根深蒂固啊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用实测来看看到底哪位奶爸的猜测是正确的，理想到底是不是最好安装安全座椅的那位选手。那本次挑战的规则如下，我们为每台车呢准备了10分钟的安装时间。那与此同时呢，按下这个红色按钮，计时器呢开始滚动，计算它安装的时间。那我们最终以安装的总用时来作为最终成绩的排名。那与此同时，每台车的上限是10分钟，如果说超出了10分钟，那我们就直接以10分钟来计。那最终的冠军呢，能够直接拿走我右边价值3000多的这个儿童座椅啊。那到底谁能夺冠，我们拭目以待吧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抽签来决定一开始的顺序。Round 1，准备好了，随时开始。1、2。现在卡在了第一步，寻找 SOFX 接口。OK， 那现在是装上了一个，我们装第2个。好，我们1号奶爸决定换一个位置再尝试一下。好，2个 SOFX 接口现在已经安装完毕，接下来正式进入儿童座椅的安装。现在还没有系安全带，所以安全带指示是红灯，但是周围的几个卡口已经全部安装正确了，出现了绿色的提示。没事。好，计时结束。那我简单采访2句啊，你觉得刚才这辆车好不好装？不是特别好装。你觉得？在驾驶员后座左后方的那个靠着内侧的这个按钮啊，一直装不进去。对，因为可能比较紧嘛。它那个深度也有点深。对，深度也有点深。那1号奶爸其实是在最后呢，就差一个安全带啊。那个安全带确实它也不是那种常规安全带，所以扣安全带的时候也耽误点时间，不然绝对能完成安装的。OK， 那好，辛苦，可以先休息一下。好，我们有请第2号奶爸。那你做好准备，随时可以按红色。现在就可以开始吗？对，我们就开始计时。好，开始。看看1号奶爸刚才安装很久的这个 SOFX 卡口，2号奶爸这里会不会卡住？座椅上车。好，亮了。这边是绿色了。哎，好，这就好了吗？我看一下。OK， 全绿，那代表正式通过。好，我们再按一下红色按钮。哇，又是1分23秒。总体来说，你觉得这辆车安装起来怎么样？你要不比赛的情况下啊，可能会更费劲一点。因为现在是争分夺秒，你得往里头使劲怼，就属于大力出奇迹，属于这样。行，但是最终还是完美的安装上了。好，那我们恭喜2号奶爸。对，看来这次是非常有把握把这个安全座椅带走。这个座椅是真重，该说不说，很重。好，那可以去休息一下吧。我们有请3号奶爸。做好准备，随时按红色按钮，我们就开始计时。那我开始了。我们装的时候需要把那个下面的一个底部的插板，就是支撑腿，先提前拿下来，这样方便我们安装。对准 ISO Fix 接口，
直接往里插。那么这边的绿色已经亮起了，哦，我这边另外一边没有亮起，所以我这边现在也是重新拔出来了。对，是拔出来了。对，那么这边还是要重新插一下。好，这边是亮绿色了。大家看见绿色的时候是代表安装完成了，红色的话是不行的。然后腿部的支撑需要固定好，然后现在是把宝宝放上去是吗？对，好的。然后可以看到有个安全带，大家系安全带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宝宝的腿，就是有时候宝宝腿长肉的时候容易挤到，然后如果说发现这个安全带长度不够，摁一下往前拉一点就 OK 了。正常使用的话是要把它收紧，然后我们打开自检，让它来确认一下，那都是绿色，那 OK 我们安装完成了。好，快去按红色按钮。OK， 计2分时结束，2分05秒。好，那第一辆车呢已经安装结束了。那3位简单说说这台车你们觉得怎么样？总体来说安装的这个难度，就是塞这个位置，塞这个东西的，右边是很难塞进去的，可能位置有点偏差，不是特别的标准吧。对，就这个问题是还能再稍微需要优化一下。对，优化一下。对，但我看3号奶爸其实是没有用到这个辅助工具啊，就是直接给它插进去，直接是推进去了，就那个相对来说，我发现这个还是比较好，那个卡扣跟空隙之间还是比较容易安装。OK， 好，那我们第一辆车结束，我们现在就工作人员换车，我们准备第2辆车。Round 2. Round 3. 我们现在是第3辆车有没有信心比上一轮做得更好？有的。好，行，好，那还是一样的规则，按红色开始。好 ，OK， 开始。OK， 好，现在打开自检程序。OK， 全绿，代表安装正确。快去按红色按钮。OK， 计时结束，最终用时2分05秒65。怎么样？这台车安装起来如何？这个更方便了。更方便是吗？对，它的那个扣子就向外伸的比较多，就比较浅是吗？对，比较浅。哦，对，好的，行，那稍作休息吧。我们有请2号奶爸，还是一样的规则，红色开始，对，好。对，好，全绿，快，红色按钮，好，计时停止。最终定格时间为1分21秒33，再次刷新我们这次座椅安装大赛的记录啊！刚才我关注到几个细节啊，就是2号奶爸在抱着座椅去车上的过程中，就把2个滑杆已经推出来了。然后呢，这个细节就是节省了很多时间，然后一插，对吧，就到位了。好，那么辛苦2号奶爸。好，那接下来是我们本次最熟练的3号奶爸啊。间接性最熟练。那第3台车有没有信心？有，好，努力一下，还是一样的规则，按红色开始，对。OK， 计时结束。哇，时间定格到1分14秒38，再次刷新最快记录。哇，看来这一轮的这个战况是非常的焦灼。好，那3位奶爸都结束了，我们现在把3位奶爸都请上来，采访一下3位奶爸，觉得哪台车最好按？目前为止。理想是吧？理想，公认理想是吗？这个看来作为这个奶爸公认，确实，这个不用想。对，确实。看来这个作为奶爸车的鼻祖啊，确实是有非常多的小心思在里面。那为什么觉得这台车比较好安呢？我们刚刚就是在外面讨论一下，就是在安全座椅的那个卡扣上，相较于前2台车，这个车是更明显，我们是肉眼可视的状态，直接看见那个卡扣的位置。在调整过程中呢，因为这个座椅确实比较好调整，这个卡扣一下就基本上就卡进去了。然后这次我也就微调了2次吧，基本上就很顺利的就找到了它具体那个接口的点。对，我感觉真的很方便，包括你像
像妈妈呀什么的抱着宝宝不方便什么的，直接往上面很简单，就往一推就进去了。对，不像前2辆车，要不就往下摁，要不就是你在摸它那个底下那个卡扣，就很费劲的。是的。那接下来我们就进行最后一辆车问界 M8测试。那问界 M8也是本次奶爸车中唯一一辆6座的车型。好，我们拭目以待吧。好 Round 4.好，那紧张刺激的安装环节结束啊，现在成绩呢汇总到我的手里了。1号奶爸呢总用时是16分02秒93，那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第一辆车呢一个10分钟的计时，然后整体的成绩是稍微拖了一点点后腿。那么2号奶爸的总用时呢是5分35秒38， 3号奶爸总用时呢是7分19秒66，所以恭喜我们的2号奶爸夺得今天的冠军。哦，太强了！那么，正如视频开头所说的，那个价值3000多元的儿童座椅就给你了，真回家真给你了，真给你了，了是吧？对，其实我还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3位奶爸。现在如果说这个汽车的工程师在您身边的话，对于这个汽车安全座椅的安装方面，有没有什么建议想给到他们的？那我来先提一个吧，就是我们在安装安全座椅的过程中，发现就是安全座椅它有个下的支撑臂，在整个过程中其实就是没有一个特别好的固定的位置，是不是？比如说我们可以设计一些类似，比如说可以拆卸式的这么一个垫子，有助于我们更好的把这个安全座椅固定在这个位置。因为确实，比如说在我们汽车的行驶或者说刹车过程中，如果速度过快的话，这个下的摆臂还是起了一定的支撑作用的。那我提第2个吧，那个因为我本身在第1台装的时候，就是因为卡扣的问题嘛。那么后2台车的话，我的就是相对会好一点嘛，因为它的卡扣相对靠外，然后前面2台车呢，有可能就是比较在很深的地方要去手去掏。那么我感觉这一块应该是可以再优化提升一下，就是对往外再做一些，对，不要做的那么深，对，这样子降低它的学习成本嘛，对吧？确实是的。第3点呢，就是因为刚才在装的时候，卡扣都什么都卡进去之后，很容易误触它的左右，还有倾斜的一个幅度。因为假如真的小孩在上面，然后妈妈呀，对妈妈啦什么的会碰到这个，有可能会来了脖子呀，或者来了胳膊呀，这个你都发现不了。对，所以说他不会提醒。或者说是不是要增加一个那个儿童锁的功能？对，就锁完之后，我都全部弄好了，我再解锁，就它不会再左右动了。这也是很大的问题。这都是小细节。好，那最后一个问题啊，就是说如果从这个购车的角度出发，那这个安全座椅是否好安装这一项功能，会不会是决定你最终选择一台车或者不选择这一台车的一个因素？如果说是的话，会占比大概是在多少？现在因为我孩子刚2个月嘛，作为新手的话，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，因为安全座椅，因为这个用处还是很大的。你要说为了一个宝宝座椅去买辆车，预算够的情况下可以考虑的。就是如果说是在决赛圈有一台车好安装，一台车不好安装，对我肯定会选好安装的，是这样。对，看阶段嘛，就像刚才说的，那么新手爸妈的话，这个时候肯定是占比会有高，我认为可能占到50%，可能是有的。那么对于像我们的宝宝已经3岁了嘛，那么可能相对就考虑可能只有20-30吧。对，我可能是感觉就是，毕竟安全座椅装上去之后，我们不太会去挪动，然后只要它是一个好安装的产品，安全的产品、可靠的产品就 OK 了。那有可能在整个购车中会占个10%左右。那我们更会去考虑一些，比如说宝宝长大之后，这个空间是不是更大一些，考虑一些舒适性。好了，那在最后的这个趣味小测试结束以后呢，其实我们也想呼吁一下汽车厂家，就是在奶爸车除了要注重空间以及舒适性的时候呢，这些小细节好不好安装，是不是费腰，也是需要值得注意的。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国产车呢，能够更加的注意这些小的细节。